被告人曹德磊、毛刚烈，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？大人，都是那个小贱蹄子造谣污蔑我。那丫头天生就是个丧门星，好吃懒做，还爱闯祸。这是医院出具的检查报告和病历。啊，法官同志，关押他，我们承认，可我们这真没有打过他啊，他呀，肃静！你，大人，就是胡宝敦诬陷昭昭。是啊，大人，我们都可以作证。这你妈是嘛玩意儿啊？冤枉啊！就是他们，我记得他们的样子。构陷无辜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239条第1款、第55条、第56条、第64条之规定，经合议庭评议，判决如下：被告人曹德磊、毛刚烈犯谤驾罪，判处有期徒刑15年，剥夺政职权利，发配边疆苦役5年，并处罚金5万元。胡来福纵妻纵子知情不报，两人各杖责30，执行立即生效。家产全数充公，捐资慈济堂。导演，这他妈连海市蜃楼都竖屏了！天要亡我，天要亡我呀！昭昭，他们那样欺负你，你恨他们吗？恨，他们做了坏事儿，应该受到惩罚。再叫！昭昭，过来，妈妈问你些事情。昭昭，跟妈妈说，这天幕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妈妈，爸爸，我真的去了天幕上的那个地方，那里是古代。这怎么可能啊？穿越，这是狗血短剧里才有的。你先听孩子说完嘛。喂，你好，是我。哦，你好，詹姆斯总裁先生。好，跟您合作我非常开心。我们两家公司必须要成为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。对，是的 ，Very good。OK。真他妈笨，快点！好的，明天见，詹姆斯先生 ，Goodbye。走喽，回家喽。昭昭，你去哪儿了？回家了，快过来！昭昭！要不是你这么粗心大意，昭昭能受这么大的委屈吗？是我的错，昭昭，爸爸对不起你。可是这跟穿越到古代有什么关系吗？是这个玉佩。日人呢？合理。大弹幕走起！膳食系统001紧急激活，宿主昭昭5岁，原世界绑架后紧急传送到此，系统能量耗尽沉睡2年，今日生命微微，触发激活。你是谁？能带我回家吗？这怎么可能？爸爸，你说的这句话和这夸张的表情，我在短剧里经常看到。难道这短剧照进现实了？连这天幕的画面都是竖屏的。昭昭，你这身伤难道真的是在古代留下的？系统救了我，
但也给了我更大的磨难。系统再一次给了我希望。昭昭，快回来，妈妈好想你。昭昭别怕，爸爸一定会找到你，带你回家。妈妈，爸爸，我想回家。攒够善事能量就能开启时空穿梭，和爸爸妈妈团圆哦。目前能量值还是0蛋啦，不过别慌，第一份善事任务即将解锁。做善事，还要为他们去做善事。难道系统是为了让昭昭懂得生活以痛吻我，我却报之以歌？妈妈，爸爸，我没想过什么报之以歌，让我有了希望和力量的，就是还能回来见到你们。救命！救命啊！我不会水。为了能快速积攒能量，早日回去见到爸爸妈妈，我管他什么骂过我、打过我、诬陷过我的人，只要他们有难，我就出手相助。完成意境大善举，能量15%。检测到宿主成功救治小山羊，修复进度蹭到20%喽。直到我穿越回来的那天，我遇到了一位和我有着同样玉佩的那个人，也开启了这奇特的天幕。昭昭上山采药，途经官道，恰逢官车马队遭遇刺客伏击，各位拼死抵抗，却渐落下风。危急之际，昭昭沉着机敏，呼喊引来山中猎户。快来人啊！小娃娃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这时，奉旨巡游采风的史官现身，目睹昭昭果敢善良，心中满是赞叹与赏识。小丫头，你年纪虽小，却心善果敢，真是难得的好孩子。原来玉佩指引的有缘人竟是小友。小小年纪，心怀善念，真是天降善人啊！阴阳子母配成功合璧啦！时空通道直接解锁，当前回家通道能量100%，可以回家去见爸爸妈妈啦！昭昭，我的宝贝，我们找到你了！爸爸妈妈，我好想你们。这个味道从来没闻过，不是烧柴火的烟火味，也不是田里的泥土味。昭昭，你醒了，太好了！宝贝儿，你平安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警告：时空羁绊异常，天幕将永久双向直播，古今时空产生未知联动。那以后这天幕都会一直在吗？是的哟。那能不能让大家知道我平安到家了？可以的。你想说什么？心念一动，天幕就会浮现文字。我到家了。他平安到家了。传朕旨意，吩咐茅草村彻查昭昭在大齐2年所有遭遇，分毫不得遗漏。陛下，查清楚了，这孩子过的根本不是人的日子，竟敢如此虐待幼童！传朕旨意，即刻将胡来福一家捉拿归案，升堂公审，全程天幕直播，让天下人都看看作恶者是什么下场。寡人看那天上吃食，香气扑鼻，传朕口谕，寡人要尝尝这天上味道。限御膳房3日做出，做不出来，罚你跪御膳房3日。臣遵旨。他吸取教训，改为小火慢煮，却误将去腥用的陈皮花椒当作调味，煮出一锅黑乎乎的药膳面。
轻轻尝一口，便连忙吐出来。我的天，花椒陈皮煮面是什么黑暗搭配？请教昭昭姑娘，那碗面究竟如何制作？恳请姑娘指点一二。昭昭，史官来求帮助啦！御厨快哭啦！好吧，我告诉他们怎么做。收到，马上翻译，把现代做法改成大启官话。哦。不愧是昭昭的配方，真香啊！快，来不及了。昭昭，我和你说了多少次了，少吃些垃圾食品。垃圾食品。珍珠要搓成黄豆大小，煮一炷香后再泡半炷香，加一点点糖调味。奶茶用牛奶加茶叶煮，煮到沸腾后过滤，再把珍珠放进去就好啦。这个是垃圾食品否？昭昭，你怎么又吃垃圾食品？走，妈妈带你出去搓一顿大餐。啊。系统，我问问炊饼铺老板好不好？好呀，昭昭，马上连线天幕。炊饼铺老板，你的炊饼为什么这么香呀？小姑娘，秘诀在香料，用桂皮、八角、小茴香磨成粉，揉进面团里，再用柴火慢烙，这样做出的炊饼才香里。就是这个味儿，我够，这也太香了，就是这个味儿。多谢昭昭姑娘，多谢天上的各位客官。季节性瘟疫突袭，街道空无一人，临时一棚人满为患，病情蔓延迅猛，眼看就要酿成大患。瘟疫蔓延速度远超预期，传朕旨意，太医院全员前往灾区支援，史官同步跟进，务必掌握一线情况。这针法是失传百年的透骨针和灵枢针，教科书上只有半页残篇，今天竟然能见到完整手法。系统，太医爷爷好辛苦，院长奶奶好像也很着急，我们能不能帮他们联系一下呀？昭昭好善良，我们马上联系太医爷爷。太医爷爷，现代医院的院长奶奶想学习您的针法，他们也想救生病的人，您能教教他们吗？救命之术，岂有藏私之理？老夫愿倾囊相效，助天下百姓脱离瘟疫之苦。诸位看好，此怀儿高热3日，咳喘不止，先针合谷穴泄热，入针3分，捻转9次，不可深刺。再针曲池，清阳明之火，益正多邪热邪。此2穴合用，可快速退热平喘。原来如此。快，务必连夜送到京城，晚一刻就多一批百姓送命。
您好，我是时空文化李明，我们想和昭昭小朋友长期合作，高价采购大企药材，古法手作。高危提醒：该公司融资20亿，主营业务空白，疑似资本套现黑产。支票额度你们随便填，附赠顶级学区资源，只为和昭昭小朋友长期合作。昭昭是孩子，不参与任何商业交易，合同我们不签。没关系，我们可以等。您有一封邮件。咦，是什么邮件呀？我们的。他们非法调取你全部隐私信息，太恶劣了。男娃女娃竟然在一起上学！我的天，男女7岁不同席呀，这怎么能在一起玩？成何体统，简直是伤风败俗！原来，女孩子也能和男孩子一样，光明正当的坐在教室里读书。娘以后也送去这样的学堂，好不好？陛下，民间已经吵翻了天，传朕旨意。让太学的博士们立刻研究天空的天幕里的教育之法，看看男女同校到底有什么好处。如果一种礼法让一半的人都不能读书识字，那这个礼法就该改改了。陛下，你等以后我们一定也能上学，一定能。陛下。若让女子与男子同入官学，受圣人教诲，必坏男女大防，乱尊卑秩序。官学本为培养朝廷官吏而设，女子无需出仕，无需治国，读那么多书有何用？臣恳请陛下收回成命。动摇国本，朕看是动摇了你们的利益。陛下若执意开女学，臣愿辞去首辅之职，告老还乡。臣愿一同辞学。好，准了！你们想走的，现在就可以走。朕倒要看看大齐离了你们会不会亡国。诸位听我一言，女子无才便是德，古来圣贤皆此说。女子读书心越活，将来必生祸哇！陛下，保守派已经联合了各地乡绅，下令不任何人家送女儿入学。明天女学开学，恐怕不会有一个学生。朕的皇姐当年也想说，女子读书无用，不如学女无红。她拉着朕的手说，下辈子想做个能读书的女子。她临死前，朕亲自去女学，就算只有一个学生，女学也要开下去。看来真的没人来了。先生，我女儿想读书，没有昭昭姑娘和太医，她早就死了。别人不敢送，我敢，4个。传朕旨意，凡送女儿入学的人家，免3年赋税。热度这么高，正好可以利用。去联系昭昭的父母，说我们愿意出资赞助女学买书本和文具，条件是女学改名为时空文化启慧女学，所有课程由我们独家直播。大齐皇帝之前昭昭之名谋利，这是慈善，不是牟利，他们不会拒绝。不行，他们并不是真心想帮小朋友们读书。皇帝爷爷、史官爷爷有个坏叔叔想给女学捐款，但是要把女学改成他的名字，还要直播赚钱。传朕旨意，启慧女学乃大齐官办女学，所有费用由内库承担。任何商业机构不以任何名义赞助冠名女学，违者大齐断绝与其一切往来。小姑娘，你都跪3天3夜了，太医院几百年的规矩不收女弟子，你再跪下去会冻死的。我不走，我自小在医馆长大，却因识字不多学不了医术。若太医爷爷不收我，我就一直跪在这里。起来吧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的关门弟子。师父。夫子，天上的女大夫也能像男大夫一样治病救人吗？是的，他们和男大夫一样厉害。
我以后也要成为那样的女大夫。女学不除，后患无穷。陛下，女学已开至第5所，女子抛头露面，成群结队，早已败坏世风。如今街头巷尾，竟有女子议论朝政，效仿男子行医。长此以往，纲常何在？臣等12人联名恳请陛下，即刻关闭所有女学，恢复旧制。你们说女子读书无用，败坏风气，那朕就让你们看看女子读书到底能做什么。我一天做8套手术，救12个人。我参与设计的桥能承载100吨货车。我带过17届毕业班，桃李逾1000人。从警10年，零重大事故，我守护着这座城的平安。每一次实验都是为了守护上亿人的生命防线。安全飞行3000小时，每一次起落都是责任。众爱卿，感触如何？我真的错了吗？我以后也可以像父亲这样吗？啊！女子无才便是德，好好学女红，将来嫁个好人家才是你的本分。父亲，女儿此去山高水远，再难相见，这毛笔就留着当做念想吧。陛下，臣递第2份奏折。臣错了。启元17年3月23，女学之争止于4字。婉娘，现在女子可以读书了。朕看着天上之人的衣着服饰，虽与大齐有异，但贵在别有一番风趣。宣上宫局张长事，寡人也要身着与天上之人相同的服饰。陛下，您说的是那种黑不溜秋、没有花纹的褂子？什么褂子？那叫西装。你看人家穿得多精神，比朕这龙袍轻便多了。限你1个月内做出。陛下，老臣做不到啊！此服饰只应天上有，人间哪得几回闻呐？张长事是不愿意做。陛下息怒，臣愿勉励一试。都给我看清楚了，陛下要穿这种衣服，3天之内必须做出来，做不出来，我们所有人都要掉脑袋。这衣服没有领子，也没有大衣，怎么穿啊？还有这扣子，一排10几个，我们从来没做过这种扣子啊。还有这料子，要稍微硬点的，我们最好的锦缎都太软了。不管用什么办法，必须做出来。陛下，西装做好了，快拿给朕看看。算了，还是穿龙袍吧。皇上，臣错了，臣错了呀！系统，快把现代西装的裁剪图和制作教程发给张长事，还有把爸爸的旧西装也传过去给他们当样板。好的，昭昭，已经发送了。昭昭姑娘助我也，这下终于能给陛下交差了。不错不错，明天上朝，朕就穿这个。传朕旨意，3日后大朝会，文武百官一律穿西装上朝，谁不穿就不用来了。陛下，
上公局怕是做不出来。做不出来就加班，连夜做。朕都能穿，他们为什么不能穿？王秀娘，你负责吏部10个人的西装。李木匠，连夜赶制500个木头扣子。刘裁缝，把所有的麻布都搬出来，全部刷浆糊晒硬。长侍啊，我已经3天3夜没合眼了。谁不是呢？陛下一句话，把我们所有人都搭进去了。不错不错，都挺精神的。以后上朝，朕就穿这个了。大胆笑，接着笑。刚才不是笑得很开心吗？陛下息怒，不是臣无礼，实在是这衣服太不合身了。这个好，这个看着就结实。这个休闲西装也不错，比刚才那个麻布的舒服多了。多谢昭昭姑娘，你真是我们上宫局的救命恩人呐！这个鞋子看着不错，比朕的靴子轻便多了。明天让上宫局给朕做几双。哈哈哈，小李子，你看朕是不是比刚才跳得更高了？陛下英明，比御马圈的千里马跑得还快。各位来宾，各位全球的观众，经过我们300人团队日夜的不眠不休，终于1比1完美复刻了大启太医的抗疫古方。这款起源丹将让全球数十亿人免受病痛之苦，让老祖宗跨越千年的智慧，照亮全人类的健康之路。阿念，你看这柴胡的根须须细而长，色黄者为佳。剂量不对，剂量全错了。师傅，您看，他们把您的药方做成药了，好多人都在买呢。他们不是在做药，是在做毒。7味主药剂量全改，还删了解毒的甘草和生姜。正常人吃3粒就会心慌吐血，体弱的人1粒就能要命。系统，快调出太医爷爷上次直播时写的原方和他们的成分表逐字比对，正在比对，比对完成，共发现7处致命篡改。他们把最贵的人参、鹿全部减量，有毒药材翻倍加量，每盒成本不到5块钱，却卖298。警察您好，我叫昭昭，我有证据。法定代表人是李明的远房亲戚，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，根本没有任何经营能力。李明早就跑了，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了这个老太太。我们查了银行账户，公司的所有资金都在3天前被转移到了海外的匿名账户，根本追踪不到。这个李明太狡猾了。发布全国通缉令，一定要把他捉拿归案。一群傻子，还真相信什么包治百病的神药。钱我已经赚到了，你们的死活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医药线暂时不能碰了，不过没关系，我还有别的赚钱路子。老祖宗留下的宝贝多着呢，够我赚几辈子的了。目标进入信号屏蔽区 ，IP 地址加密，无法继续追踪。让他跑了，他下次一定会干更坏的事的。李总，我们等你很久了。陛下，起源丹事件皆是因小人窃取古方、篡改剂量所致。若继续将古方藏于太医院，只会让更多小人有机可乘，危害百姓。太好了，真是太好了！这些都是失传了几百年，甚至上千年的古方啊！有了这些古方，很多疑难杂症都有救了。立刻成立古方研究小组，对这些古方进行系统的研究和验证。同时，联合药监局成立天目医疗监管委员会，专门打击利用天目古方牟利的不法分子，不能再让起源丹的悲剧重演。太好了，这样李明就不能再偷古方害人了。有了监管委员会，再加上系统，李明就再也不能干坏事了。该死的皇帝，竟然把所有古方都公开了，我的医药计划全泡汤了。李总，别生气，医药线不行了，我们还有别的路子。你看，天幕上每天都在播放大气的瓷器、刺绣、古建筑，这些东西在现代都能卖大价钱。而且我们已经找到了天幕的能量漏洞，它的能量峰值在每月15子时，那是它的防御最弱。只要我们抓住这个机会，就能破解它的底层密码，获取所有未公开的内容，甚至控制天幕。如果我能控制天幕，那整个世界都是我的了。好好干，只要能破解天幕，我绝不亏待你们。谢谢李总，我们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系
统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系统运行正常，只是轻微的能量波动。能量波动？可是刚明明有警报声啊！是你听错了，快睡吧，很晚了。镇北军。带我回家。镇北军3日伤亡3000，再不给援军，关澳就破了。传朕旨意，连夜支援边关。陛下英明。将军，要是咱们有这些枪炮，一日便能踏平敌营，再也不用弟兄们拿命填了。昭昭姑娘，老夫不问刀枪，不问火炮，只想问一句：你们打完仗是怎么把活着的弟兄活着带回来的？将军，咱们该问怎么打胜仗啊！系统，我们帮大启的士兵吧。好的，昭昭，现在联系急救医生现场教学。看好，只教一遍：伤口上方扎止血带，禁用身体背运伤者、续跳骤者，心跳骤顶立刻胸外按压。启元17年4月21，天目传战地急救之法，边境驻军急救速度提升4成，伤兵死亡率减半。兵者，凶器也；医者，人心也。天目往来之间，人命贵于寸土。多谢昭昭姑娘，多谢天上的各位，老夫替边境10万弟兄谢过你们了。不能死啊！这是全村人半年的口粮啊！没用的，挑多少都不够。今年完了，全完了！陛下，北方5州的存粮最多撑2个月，再不下雨就要出现流民了。还有什么办法？大家好，我是农业科学家李建国。极端干旱没有地表水的时候，第一步要先学会存水。这是给雨窖，专门用来接上每一滴雨水。就这么挖个1丈深的窖，用石灰和粘土抹3层，不漏水。下雨的时候，把山坡上的水都引进去，存一窖够一家人用3个月。对呀，还要留个沉沙的地方，这样水就干净啦。传朕旨意，立刻把给雨窖的画法抄入万份，快马加鞭送往所有旱灾州县。所有百姓停工3天，先挖给雨窖。臣遵旨，臣现在就去办。有水了！我们有水了！存下来的水就要用最省水的方法浇地。这是磨下滴灌，把水一滴一滴直接送到庄稼根部，一窖水能浇10亩地。就这么在管子上扎小眼儿，对着庄稼根一滴都不浪费。记住啊，旱天别浇叶子，全蒸发了。活了，真的活了！是天上的恩人救了我们啊！谢谢李教授，谢谢昭昭姑娘，谢谢天上的恩人。
是什么呀？从来没见过。王师傅，您的手艺真是太厉害了，简直是鬼斧神工啊！大人过奖了，我这手艺练了50年了。做瓷器讲究的是心手合一。火候差不多了，该开窑了。雨过天晴云破处，这般颜色做刚来，古人诚不欺我啊！陛下，这是我见过最美的瓷器，一定要让天上的人们看看我们大启的制瓷技艺。好，让所有人都看看老祖宗的智慧。好好看呀，像天上的湖水一样干干净净的，这也太厉害了。太美了，真的太美了！我研究汝窑青瓷这么多年，只在博物馆里见过碎片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完美的整器。这釉色，这胎质，简直是无可挑剔。张教授，您看它的开片是最正宗的禅意纹，而且分布均匀，疏密有致，现代的工艺根本做不出来啊！是啊，老祖宗的手艺我们丢了太多了，一定要好好研究，把这种技艺传承下去。师傅，你看这个瓶子能不能做出来？没问题，只要给我足够的时间和材料，我能做出一模一样的。太好了，我给你1000万，你给我做100个一模一样的，我要打上大启皇家御用的标签，每个卖1000万。可是李总，这样做是造假呀！什么造假？这叫复刻。你只管做你的，出了事儿我担着。事成之后，我再给你加500万。好，我做。接下来这件拍品是大启皇家高窑御用天青色青瓷瓶，传承有序，品相完美，起拍价1000万，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0万。太好了，我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天青色青瓷。老周，你是不是今天拍了那个天青色青瓷瓶？是啊，花了我3500万呢，怎么样，羡慕吧？老周，你快看天幕，大启皇家官窑的王师傅正在现场开窑，讲解天青色青瓷的正宗工艺。我越看越觉得你今天拍的那个瓶子不对劲儿。什么？不可能！诸位看好，真正的皇家官窑天青瓷，第一要看釉色，雨过天房云破处，对着光看必有淡淡的紫晕，这是紫金土和玛瑙釉独有的效果，仿不出来的。第二要看开片，正宗的是禅意纹，细如发丝，层层叠叠。第三要看胎底，官窑用的是紫金土，胎底是深灰色的铁足，用手摸有细腻的颗粒感。3500万，我一辈子的积蓄啊！李总，成功了！我们成功破解了天幕的基础密码。太好了，我终于成功了！天幕是我的了，整个世界都是我的了！系统，你怎么了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检测到非法入侵，防御系统受损，时空危机。什么？又是人去楼空，卷款潜逃，这套路怎么似曾相识呢？队长，查到了，这个工厂幕后实际控制人就是卖假药潜逃的李明，马上申请并案。专家爷爷，不好了，时空通道出问题了，有人在偷偷弄坏通道。昭昭，我们这边已监测到时空通道的异常漏洞，全员正在全力追查信号源头，破解异常轨迹。但对方的技术手段极其高明，布设的防火墙层次极厚，加密壁垒极强，我们的破解和溯源工作屡屡受阻，彻底攻破还需要一定时间。接下来，但凡你那边发现任何新情况，麻烦你第一时间同步告知我，辛苦你了。好的，有消息我第一时间联系你。李总，我们找到了天幕的能量漏洞，
它的能量峰值在每月15子时，那时它的防御最弱。我们可以在那个时候搭建一个临时的单向通道。能维持多久？最多只能维持10分钟。超过这个时间，通道就会崩溃，所有在通道里的东西都会被撕碎。10分钟足够了。昭昭，紧急预警！有人非法破解天幕能量密码，试图搭建私人第三方时空通道，绕开我们。那他们会做什么？任何事，他们可以传送枪、炸药、毒品，甚至把人从现代送到大气，或者把大气的文物偷回现代。他们什么都干出来。系统，把消息同步给时空安全组的专家爷爷，我们必须阻止他们。爸爸，你换工作了吗？木木乖，我们很快就熬出头了，到时候你想要的一切都会有，你的病一定会好的。天底下办法千千万，总有能治好你的。这个世界治不好，我们就去别的世界找办法。等病好了，你就能像别的小朋友一样蹦蹦跳跳的站在阳光下，自由自在玩耍，做最健康、最快乐的孩子，好不好？李总，时机成熟，今晚就可以启动程序，开启测试通道。只要能让天幕为我所用，天下唾手可得，谁都别想阻拦我。李总，能量峰值到了，可以进行通道测试了。快，开启通道！系统，现在能定位到李明的位置了吗？成功破除伪装干扰，锁定李明实时精准位置。对方更换服务器打乱能量变动的操作已全部失效。已同步位置信息至公安部门与时空安全联合组，双部门即刻联动出动，全面布控抓捕，执行抓捕任务。快锁定目标，锁定李明 IP， 联动天幕终极防御，强制封堵非法时空通道。李总，通道已拉满极限宽度，时空通道测试状态良好。李总，不好，系统启动了拦截程序，有一股强大的能量正在封锁通道。加大能量输出，给我冲破它！我花了那么多心血，不能就这么失败。通道彻底不稳了，对方已经封锁成功。这下彻底完了，一切都白费了。目标李明涉嫌危害两界安全、跨界祸乱，证据确凿，即刻抓捕。被告人李明犯生产伪劣产品罪、诈骗、非法出入跨时空系统，数罪并罚。最初我只想救木木，可是慢慢的，贪念和野心吞噬了我。我并不满足于得到的东西，是贪婪毁了我的一切。宿主昭昭以本心护时空安宁，圆满终结浩劫，解锁天幕终极权限，系统全面升级，两界通道正式迭代新生。文脉绵延不绝，善心亘古长存，古今岁岁相望，山河年年与安。自此两界互通，文明共辉。朝朝小友，别来无恙。二位贤伉俪，看来古今礼法差异颇大，倒是让你们见笑了。今日恰逢上元佳节，宫中不讲繁文赘节，你们只管放开玩乐，随心尽兴就好。多谢陛下。昭昭和大启很有缘分，从前在这里经历了不少事，今天我们第一次陪他过来，只盼他好好玩乐，尽情享受这份热闹。陛下客气了，初次跨时空到访，多有冒昧，还望包涵。三位远道而来，老朽全程随行陪护，诸位但凡有任何需求，皆可随时吩咐。皇帝爷爷好，史官爷爷好，谢谢你们邀请我们来玩。好孩子，真乖巧。天色已晚，夜里风凉，你们先随朕入宫歇息，朕让御膳房备了满满一坨上元吃食，保管你们吃得满意。那就多谢陛下盛情款待了，请吧。这是大启皇宫的正门，也是大启皇宫的南门。朝朝小友，宫中上元悬灯祈福，是大启百年旧俗，岁岁不绝，只为其国泰民安，万家安康。哇，
我们那儿也有一模一样的节日，叫元宵节，也会挂花灯吃元宵。果然，团圆喜乐的心意从来不分古今，跨越千年都是一样的。今日宫中特意备了上元御宴，皆是佳节专属吃食。随朕入殿落座吧。开宴。上元桂花圆子、蜜豆沙馅元宵、冰糖蜜藕糖糕、玲珑花灯酥、莲子银耳青羹、金丝脆炸春卷、琥珀糖油果子、瑞寿玲珑花糕、八珍滋补玉粥、酥皮雪绒小饺、丹桂软糯米糕、白果蜜饯拼盘、嫩笋玉丝凉拌、酥香鹿脯小点、清炖雪梨甜汤。哇塞！这年年上元都要头疼这一桩。御膳房做事太过稳妥，讲究事事齐全，样样圆满，菜品一年比一年多。报菜名的太监怕是私底下都要日日背书苦练语速。你们千万别拘谨，不用每样都尝，随心吃些合口的就好。看来朕的御膳房手艺很合天上来客的心口，能把你们喂得肚圆饱腹，这上元宴才算真的圆满到位了。今日天光正好，满城花灯尽数点亮，市井最是热闹。二位小友朕管随心游玩。妈妈，好看吗？好看，带花祈福，踏月走白事，保佑我们昭昭永远健康快乐。好呀，我喜欢这个习俗，谢谢妈妈。小姑娘，给你个上元节专属的小谜题，超好猜。听好啦，雪果琼珠圆又甜，正月15家家常，团圆过节少不了，软糯一口满有香，打一上元吃食。我知道是元宵，真聪明，送你一盏小花灯，再尝一碗热元宵，岁岁圆满。坐，老板。谢谢叔叔，我分给爸爸妈妈一起吃。这真的不一样，终于吃到炊饼界的老祖宗了。太好听了！古风琵琶搭配河畔花灯夜景，也太浪漫了吧！古今乐曲各有韵味，这么沉浸式的古风雅韵，现代很难体会到。我录下来了，留作纪念。上元良夜，笙歌伴月，繁花喝彩，这便是我们大启最动人的元宵盛景。小友，这是女学的一位学生想送给你的礼物。哇，我很喜欢，一定要帮我和他说谢谢。昭昭，许个愿吧。好啊，好啊，大家一起许愿吧！我把愿望都分享出去了。我好喜欢上元节，希望每天都这么开心，天天看花灯，吃甜甜的小圆子。我跟你们说哦，我之前去天幕上的世界啦，我逛了大大的皇宫，吃了好多山珍海味，甜甜的小点心，超级好吃。我还看到仙女姐姐在水上弹琵琶，超级漂亮，就跟仙女下凡一样。还有好多人给仙女姐姐抛花花，可热闹啦！哼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还去过天上，吃过神仙亲手做的美食呢，比你吃的好吃多了。这都不厉害，我是糖果国王，全世界的棒棒糖都归我管。那算什么？我跟你们说，我其实是秦始皇转世，超厉害的。有本事自己来拿！几个小朋友冷眼旁观这场闹剧。你们不可以这样，欺负别人、抢别人的东西，一点都不对。我们只是玩而已，不关你的事。他什么都没有做错，被你们围着欺负，抢走最喜欢的书，心里又怕又难过。你们快点把书还给他！再欺负人，我马上告诉老师。给你就是了，你别告老师。给你。以前我也经常被人欺负，没有人保护我，我特别懂这种委屈又害怕的感觉，所以现在我来保护你。谢谢你。昭昭，今天你真的特别棒，这么的勇敢，站出来保护同学，制止欺负，善良又正义，这是最珍贵的品质，老师要好好表扬你。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找找妈妈，想跟你认真说一下孩子今天的情况。
今天班里小朋友出现霸凌同学的行为，所有孩子都在围观看热闹，只有昭昭一个人挺身而出，站出来保护弱小，完全不像普通5岁孩子的反应。我担心孩子心里藏着事儿，平时看着阳光开朗，实则是自己默默消化了很多情绪。你们要多留意，多和孩子聊聊。好的，老师，太辛苦你特意告知了，谢谢你这么细心关注孩子。宝贝，妈妈想问你啊，今天在幼儿园保护小朋友的时候，是不是心里很难受？是不是想起以前不开心的事情了？有一点点，我看到他被大家围着欺负，就想起以前的我了。没事的，宝贝，不用强迫自己忘记，不开心的情绪不用自己偷偷藏着。如果你心里觉得难受，控制不住想起过往，我们可以去找专业的心理医生做疗愈，解开心结，好不好？好，我愿意去。我想把心里不开心的东西都赶走。为什么我明明已经很久没有想起那些难过的事了，为什么今天又想起来了？昭昭不用害怕，在这里你可以随便说出心里的委屈，不用藏着，不用憋着。以前没有人保护我，总是被欺负，我那时候特别害怕，特别难过。现在不一样了，爸爸妈妈永远陪着你，保护你，你永远是被爱的小朋友。我们慢慢治愈，慢慢和过去的自己和解，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。穿不进去便先放下，不急，你看着我做一遍。阿念姐姐，我们年年七夕都来乞巧穿营线，到底什么是巧呀？真正的巧，从来不是天生手巧一穿就过，是你心里想做的事，手上慢慢都能做得出来。今日穿不过没关系，还有明年，明年出错也没关系，还有后年，你的手会慢慢长扩大，慢慢变稳，只要碎碎垫，总有一天一穿即过。我懂了，是慢慢努力，慢慢长大，对不对？没错，乞巧不止乞手艺灵巧，更是乞来日可期，岁岁成长。原来古代七夕根本不是情人节，是闺蜜节、女儿节，是姑娘们聚在一起比手艺、祈顺遂的日子。那好办，今天我们不当情侣，当最好的闺蜜。真当姐妹你又不乐意了。时空互访机制平衡启动，解锁第2个限时互访名额，古代世界可选派1人前往现代时空。到底应该选谁呢？陛下爷爷，把这次机会留给史官爷爷好不好？史官爷爷天天守着天幕写字，认真记录世间百态，就让爷爷亲自过来，亲眼看一看吧。朕准了。老先生终日执笔录史，见证义士羁绊，笔写山河变迁，理应亲赴一趟，亲眼一睹义士风华。史官爷爷，您来啦！老先生，一路辛苦。欢迎你来我们的世界看看。是啊，史官爷爷，欢迎来到现代。不用拘谨，我们带你好好逛逛，看看这1000年后的盛世山河。多谢2位施主热诚相迎，叨扰了。此乃何物？无马无处，疾驰无声，体型庞然，却平稳异常。史官爷爷，这是公交车，一辆车上可以坐好多好多人呢。你们这里的行路规矩竟是等一个颜色？对呀，如果没有规矩，从这马路这边到另一边，容易被车撞到受伤呀。这是红绿灯，红灯停，绿灯行，黄黄等一等，是我们所有人都要遵守的行路规矩。以3色定4方秩序，无需官吏巡查督管，万民皆能自觉遵行。盛世机理藏于谢微，此方议事治世智慧着实高明。方寸小剑，可纳光影，可传远声，此乃何物？史官爷爷，这是手机，可以打电话、看风景、看故事，可厉害啦！古时世人千里传烟事物之术，穷尽一生亦不可得，如今竟在这凡俗之物上信了。未曾想后世凡间百姓，人人手握方寸仙物，抬手便可连通天下，坐览山河。原来你们的烟火日常，竟是古人穷尽1000年求而不得的圆满盛世。此
又是何等通天造物！此又是何等通天造物！无梯无阶，无绳无托，竟可载人直上云霄，登临高空。古之云梯高塔，需人力攀援，步步费力。此物竟能凭空载人飞升，匪夷所思。史官爷爷，它叫观景电梯，超级神奇的，不用辛苦爬楼梯，站在里面就能稳稳升到高楼最顶上，又安全又平稳。古人为登高望远，俯瞰山河盛景，不惜耗费数年人力物力修筑高台楼阁，即便如此，也难触天际，揽尽全境。世人千年求索的凌云观景之愿，后世寻常百姓一方造物便胜过古人千年求索，这般盛世宏宏，着实令人震撼。奇怪，地底暗道向来阴暗闭塞，浊气丛生，此处为何灯火澄澈，干净通透，无半分阴湿之感？后世地底光明，实在超乎想象。老先生是不是第一次见地下通路？我们现代城市地下早已修满了四通八达的道路，早已不是古人认知里的暗道模样了。老先生不必惊奇，这是我们地下的交通工具，安全又平稳，每日都有无数人乘坐出行。没错，爷爷，这是地铁，很安全的。车行地下，疾驰不息，却无半分车马颠簸，尘土飞扬，这般平稳迅捷，简直闻所未闻。这也是我们基建的厉害之处，不占用地面，专门开辟地下通途，不受风雨天气影响。我们不用翻山过河，直接从地下走路，刮风下雨都能出门，特别方便。老夫毕生研读山河地貌，勘修道路，最是清楚山河阻隔的无奈。古人为打通一条行路，耗费数年人力物力，逢山开路，遇水搭桥，依旧艰难险阻，困难重重。你们后世竟能凿穿大地，地底行车，挣脱山河风雨的束缚，这般基建本事，放在古朝，当真算得上通天神迹。这也是一代代人努力的成果，只为让百姓出行更便捷，生活更安稳。而且它能装好多好多人，大家出门都不用走路，不用骑马啦。爷爷，这双旧袜子已经破了，直接扔掉就可以，不用留着的。不可，此袜伴随老夫整整30年，朝夕相伴，历经寒暑，万万不可随意弃之。30年，昭昭快看，爷爷的袜子年纪比你都大好多，妥妥的老物品了。那不扔也可以，洗干净了当抹布用，还能继续干活呢。盛夏酷暑，室内却可宁得微凉，寒暑随心调控，这般造物巧思，实在匪夷所思。此乃何物？外观莹亮，质地轻薄，从未见过这般吃食器物。爷爷，这个叫薯片，香香脆脆的，你可以把它当成鲜榨薄脆，超级好吃。寻常薄脆吃食，竟裹着这般莹亮外衣，通透光洁，藏味其中，实在待下精巧。世间吃食竟皆标注用料、斤量、产地与保释之期，条条明晰，件件可溯。此一缕微光，竟可辨识万物，轻扫一瞬，便知器物之名、物价之数，神乎其技。这般迅捷精准的规制，治世入微的大智慧。万物皆有号，那人是否有专属编号？有的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身份证，就是我们的专属号码，每个人都不一样。爷爷，晚上的街道超热闹，我带你吃好多好吃的，都是我们平时常吃的美味。多谢款待，大启入夜，皆向沉寂，唯有佳节皇宫，才有少许炙肉烟火。从未见过这般夜夜繁盛、遍地美食的市井气象。爷爷，我教你，这个叫撸串，是我们现在超火的吃法，不用筷子夹，直接拿着小铲子，嘴巴轻轻一抿，肉肉就下来了，超级好吃。
未曾想后世市井之中，人人可随手取串，随心享用。烤制百味层出不穷，烟火随性自在。寻常夜晚，阖家闲坐，遍尝美食，百姓衣食无忧，岁岁安乐。这般民间富足，当真千古难寻。爷爷，你看这张小卡片，有了它，这里好多好多书都可以随便看、随便借，超级厉害的。区区1寸薄卡，竟可阅览100万典籍。我们这里人人都能看书，不管是谁都可以学知识、看古书，特别公平。这从来不是一张简单的借出卡，是文脉大兴、盛世开明、众生平等的最好佐证。现在读书再也不是有钱人的专属了，普通人都能免费看书学知识，人人都能接受教育、增长见识，这才是盛世最扎实的底气。原来是同行写的。他以为自己早已看透华夏千年过往，可走完这趟现代旅程，才茫然明白，真正的华夏绵延，从不是无休止的纷争兴亡。数日游历县市，看过山河安稳，市井烟火，万民安乐。我写尽半生乱世沧桑，今日终于亲眼见到华夏真正的太平模样。原来世间真的有这般安稳繁华，烟火人间。回去之后，我会好好写下一篇盛世游记，把我所见的太平光景、百姓安乐好好记录下来，让世人知晓华夏中营盛世安宁。愿我们各安于世，在各自的岁月里安稳度日，好好生活。我们一定会好好爱惜现在的好日子。是啊，这份安稳来之不易，是无数先辈熬出来的。我们普通人能做的，就是好好珍惜难得的国泰民安，岁月安稳。我们会好好守住这份平凡的幸福，不负先辈，不负当下。一场跨越千年的古今相逢，在温柔圆满的氛围中悄然落幕。陛下，后世盛世最动人的，从不是宏大山河，而是寻常百姓唾手可得的烟火安乐。此为烤串，是民间最盛的寻常美味。朕观天目，见你吃烤串时神色松耸畅快。我朝制肉庄重稀缺，仅供权贵，此物究竟有何不同？天差地别。我朝肉食珍稀，大典方得一见，且做法单一，仅供上层。后世撸串，肉块均匀，炭火炙烤，百味加持，外焦里嫩，鲜香多汁。最难得的是，市井人人可购，老少皆宜，百姓夏夜围坐田坛，自在食味。松弛安乐，皆是常态。陛下可这般食用，一手攥紧纤尾，稳稳固定，唇齿贴住肉块，反向轻轻一扯，果肉和利落脱铅，无需碗筷拘束，最是自在烟火。哈哈哈哈哈！好酒！朕从前以为朝堂稳固，国泰民安便是盛世极致，今日方知，真正的盛世是百姓无饥寒，夜夜有烟火，日日有安乐。这般圆满人间，朕心甚往之。你且将这些市井盛景、万民安乐尽数落笔成书，传于朝野，留于后世，让举国皆知千年华夏的太平模样。臣遵旨。这般繁华盛世，朕定要亲自去看一看。皇帝爷爷，我们又见面啦！陛下，之前在大启承蒙您的关照，这次就换我们带您逛逛现代吧。世间机缘玄妙，古今殊途亦能相逢。之后多有叨扰，还请见谅。您不用客气，我们早就等着您了。慢慢逛，带您好好领略千年后的山河盛世。是的，是的，我们今天坐最快的高铁，带你看好多好多沿途的风景，超级壮观的。
陛下，你看它是不是特别漂亮？跑起来比最快的马还要稳，还要快。无车马轰鸣，无惊弓造物，内敛巨力，这般沉稳气派，已是远过大出工艺。陛下，这是华夏高铁，是我们国家的顶级基建，也是走向世界的名片。陛下，我帮您看看扣好了没有哦，安全带要扣紧啦，坐车才会更安全。这铁盒子当真能日行千里？此为何物？华夏高铁经纬纵横，串联九州山河，我国高铁路网实现全域规模化覆盖，主干通联南北，支线密布东西，织就高密度、全覆盖的现代化陆地交通网络，穿山越岭，扎根乡寨，打破山河阻隔，让山海无远途，让万民皆通达。八纵八横，这是中国的高铁路网。陛下，你看这些线，全部都是高铁路线。是啊，山里的孩子可以坐高铁出来读书见世面，山里的特产也能运到全国各地，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好了。一日可行万里。原来后世修路，不为朝堂威严，只为万民谋生，学子远行。哇，陛下快看，大海上面也能修路。朕终于明白，史官所言的盛世，从不是器物之奇。古之百姓困于深山，阻于江海，终生难离故土。后世大兴基建，打通山海阻隔，让僻牧连通繁华，让人人皆有出路。盛世最好的模样，从来不是都城独盛，而是四海通达，万民安乐，人人都能安稳生活，自由远行。通路即是通福，基建护的是山河，安的是万民，这才是千秋万代最值得追寻的太平盛世。皇帝爷爷，我们要去海岛度假，看大海，吹海风，您和我们一起去吧。海岛，朕生于中原腹地，还从未见过大海，如此甚好，朕也随你们一同前去。好大的铁器，无翼无羽，悬空而立，竟能载人飞天，世间从未有过这般器物，实在匪夷所思。陛下不用怕，这是飞机，是我们现代最安全的长途出行工具，千万人每日乘坐，安稳无虞。陛下别害怕呀，它看着大大的，但是特别温柔，飞起来稳稳的，一点都不吓人。扣好安全带就超级漂亮了。多谢，密闭方寸，凌空登天，朕从未亲历，难免心生恍然。离地顷刻，脚踏虚空，这般失重悬空之感，太过惊心。原来凡人亦可登天揽月，坐看云海星河，朕方才心生怯畏。殊不知后世早已打破天地桎梏，让遥不可及的朝空化作万民寻常通途。陛下，到了海岛这边穿这个，凉快。皇帝爷爷，这身衣服好好看，超级有海边度假的感觉。带上这个，海岛所有人都带它，氛围感直接拉满。皇帝爷爷，我们坐摩托艇逐浪追风吧，超级好玩的。回大启就没有这种乐趣啦。海面风浪莫测，铁艇破浪疾驰，看着颇为凶险。老夫年过花甲，半生身居朝堂，从未有过这般肆意玩乐的经历。陛下放心，全程有专业教练陪同操控，我们开慢速巡航，安稳进海观海，没有危险，只体验乘风逐浪的惬意。妙哉！古人观海唯能乘船缓行，后世精巧造物，让人踏海逐浪，自在乘风，实属千古未有之乐。准备加速了，爽啊！爽啊！皇帝爷爷，海边最不能错过的就是海鲜烧烤，各种各样的新鲜海货，现烤现吃，超级鲜。海鲜，海中灵魅之物亦可炙烤入食。没错，陛下，这是海边独有的吃法，生蚝、大虾、鱿鱼都是现捞现烤，保留海鲜本身的鲜甜，口感特别好。您尝尝看，这个烤虾超 Q 弹的，还有烤生蚝，香香嫩嫩的，一点都不腥。鲜甜味足，口感独特。古朝海产珍贵，多为清蒸炖煮，从未想过可炭火炙烤，滋味如此绝妙。现在交通便利，海边的新鲜海鲜，普通人随时都能吃到，算不上稀罕吃食了。内陆权贵都难得一尝，如今寻常百姓有海食鲜，享烟火。这般随性安乐，便是盛世最真切的模样。搭配冰冰的椰子水刚刚好，解腻又清爽，海边吃烧烤标配。陛下，这是莫吉托，口感清甜清爽。舞池里大家跟着音乐晃动放松，这个叫蹦迪，是我们现代人的放松方式。蹦。
此乐甚好，下次带史庄来。今天我们一家3口作为一日讲解员，欢迎大家来到全新升级的数字展厅——声音主题博物馆。这是新时代的文脉展馆，和传统静态陈列展馆完全不同。这座展厅由省博物馆牵头打造，主打听觉传史、沉浸溯源，摒弃了单一的图文陈列模式，用数字科技赋予千年历史全新的生命力。大家好，我是本馆特邀详解员昭昭。今天由我全程带队，带大家解锁不一样的千年历史。欢迎来到声乐千年数字声音展厅。我们这里最大的特色就是文物自述主题展区。以往我们逛博物馆，文物都是安安静静躺在展柜里，冷冰冰的，大家只能翻看简介，猜测过往故事。这个展厅依托海量正史史料、文物考古资料，结合 AI 数字配音与实景场景复原技术，精准复刻每一件馆藏文物的千年经历，以文物第一视角诉说他们见证过的朝代更迭、乱世烟火与盛世繁华。我曾扮侠客闯江湖，随将士守山河，听过沙场呐喊，见过江湖夜雨，沉寂千年，今日终于能亲口诉说我的平生。我承载先贤笔墨智慧，历经岁月侵蚀，战火飘摇，见证华夏文脉代代相传，从未断绝。我曾藏于市井，伴于人身，看过寻常百姓的烟火日常，见证千年人间冷暖，岁月更迭。每一件沉默的文物都是活着的历史。以前是我们主动读文物的故事，现在是文物亲口讲述自己的千年过往，这才是最浪漫的古今双向对话。除了文物自述展区，我们展厅还有超火爆的 AI 数字沉浸式声场体验区，是所有古风、江湖历史文化爱好者的专属打卡圣地。这片体验区精准复刻了各大古风经典场景的原声声场，剔除所有现代杂音，100%还原古朝环境动静。不用穿越时空，就能沉浸式置身千年过往，触摸古朝岁月。大家仔细听，现在开启的是江湖夜雨场景，淅沥雨声落檐，晚风穿林，枯叶簌簌作响，瞬间就有古夜江湖的清冷悠远氛围感。场景切换成功，这是竹林打斗声场，剑锋破空的脆响，侠客衣袂飘动的风声，竹林枝叶摇晃的动静交织在一起，快意江湖的氛围感直接拉满。很多喜欢江湖文化、古风历史的人都格外钟爱这个展区。文字只能描绘出江湖的模样，而真实的声音能让人真正走进千年江湖，触摸古人的侠气风骨与独有的时代温度。时间会流逝，画面会褪色，但声音可以永久存存岁月。我们用科技打破时空壁垒，让千年文物不再沉默，让千年江湖不再遥远，让每一个人都能听懂华夏历史，爱上中华传统文化。刚刚我们体验的是通用古风江湖声场，现在我要大家看的是我们展厅最独家、最特别的王牌项目 ——AI 数字复刻大启王朝专属声场光影空间。这是我们博物馆的独家创新。市面上大部分古朝场景都是现代人脑补复刻的通用古风，细节并不精准。为了还原最真实的大启原始风貌，我们专门联动大启史官，远程协助收录了原汁原味的大启王朝声音素材。没错，史官爷爷亲身生活在大启王朝，最了解自己朝代的一景一物、一风一俗。他特意帮我们记录了大启朝堂钟鸣、市井街巷、集市叫卖、晚风川巷的所有真实声响，都是史书不会细细记载、独一无二的大启原声。我们将史官采集的一手古朝原声，结合大数据建模、AI 沉浸式数字投影技术，1:1精准还原大启王朝的街巷布局、建筑风貌、人间百态，打造出了完整真实的虚拟大乙生活空间。大家现在站的位置就是专属核心体验区，我们带上声场设备，开启投影，就能瞬间穿越，置身1000年前的大启王朝。大家仔细听，认真看。大家此刻听到的所有声音都不是现代合成的特效音，是史官爷爷亲自甄选、记录、确认的真实大启原声。眼前的街巷、楼宇、往来市井人群，也是 AI 严格按照大启真实风貌复刻出来的。不同于虚构的古风江湖，这里的一阴一景都是曾经真实存在过的大启盛世。如今无需时空穿越，我们以科技为桥，
让早已消失的王朝重新立体鲜活地出现在世人眼前。从前我们隔着时空仰望大起君臣烟火百姓，如今我们可以亲手触摸、亲耳聆听那个时代的温暖烟火。史官爷爷执笔写史，留存千年文字风骨。我们用科技留存声音与光影，双向守护这份珍贵的千年文脉。笔墨留存朝代风骨，声音留存人间烟火。一帧光影，一缕声响，让千年大起不再只是史书上冰冷的文字，而是可听可看可感的鲜活岁月。以声筑巢，以记叙史，让每一个消失的王朝都能在新时代重新绽放光彩。大家快看，这就是我们展厅最神奇的交互功能。这些 AI 数字人是根据真实史料、史官记录的人物风貌1:1复刻的大体先辈。我们可以面对面和古人对话。不同于静态影像和固定播报，这批 AI 数字人搭载了完整的大齐史料数据库，熟知当朝市井百态、朝堂规制、民俗风物，能实时应答问题，还原古人独特视角，实现真正的跨时空双向对话。前辈您好，我想问问，大齐王朝最热闹的市庆时节是什么样子的呀？吴朝岁丰人和，逢节庆之日，长街十里灯火连绵，摊贩沿街叫卖不绝，百姓携老扶幼出游，笙歌四起，烟火不休，朝野安顿，万民安乐，便是人间最好时节。那前辈，你们毕生所求的盛世，是如今我们这般国泰民安、岁岁无忧的模样吗？我辈毕生所求，不过无战乱、无饥寒，百姓安居，文脉永续。今日见后世山河壮阔，万民喜乐，人人有学可上，有路可通，烟火常伴，这是远超我辈所有期许的千秋盛世。从前我们只能在史书文字里仰望古人，缅怀先辈，如今靠着新时代的科技力量，我们可以直面先辈，对话千年历史，听他们诉说过往沧桑，也让他们亲眼见证华夏盛世终得圆满，岁岁绵长。声音留住岁月，光影复刻山河，对话连结古今。我们不再是被动读史，而是主动和历史对话，和先辈重逢。刚刚我们互动的是大起市井朝臣普通数字人，而我们这间展厅最珍贵、最独家的馆藏数字人物，马上就要和大家见面了。我知道，是 AI 数字史官，是根据真正的大起史官爷爷的言行笔记、一生史料100%复刻出来的专属数字形象。这也是史官归巢后特意配合博物馆完成的终极联动。他整理毕生执笔的正史手稿、民间见闻、朝堂实录，全部录入数据库，才有了这组独一无二的数字史官模型。小友别来无恙，吾执笔著史半生，未曾想千年之后，能以这般方式重建山河，再遇人间。史官爷爷，好久不见，没想到我们还能以这样的方式见面，太惊喜啦！爷爷，您明明已经亲眼见过我们的盛世，为什么还要耗费心力整理这么多史料声音留给我们呀？盛世一眼足矣，文脉千秋难续。老夫亲历后世安顿，深知这万家烟火来之不易。世人观时，多知王朝更迭，帝王功业，却少知民间冷暖，岁月浮沉。我留声、留文、留影，不是为了让后人铭记大起一朝，是为了让后世知晓乱世之人何其盼安，先辈所求不过太平，让每一个读史之人皆懂盛世可贵，文脉珍贵。我懂了，您用笔记录岁月，用声音留存时代，是想让我们永远记住先辈的坚守与期盼。那史官爷爷，如果让您用一句话概括大起王朝最珍贵的风骨，会是什么？乱世守节，盛世守新，世代守脉，生生不息。王朝有更迭，山河无断绝；青史有终章，文脉无落幕。这就是古人的赤诚格局。王朝会覆灭，时代会更迭，但华夏的风骨与文脉永远代代相传，从未断断。从前是史官落笔写史，如今是少年禅政传史，古今双向奔赴，才是最好的文脉传承。史书会泛黄，笔墨会褪色，但是科技让声音永存，让风骨永存。我会好好做好小讲解决，把大起的故事
华夏的故事一直讲下去，让千年文脉永远鲜活滚烫。年少有志，华夏有望，千秋青史，后继有人。欢迎继续跟随我的脚步，探秘声音博物馆。刚刚我们和数字史馆对话叙史，现在我要带大家看展厅最震撼的项目 ——AI 文物沉浸式寝具剧。以往我们看文物，只能看到它最终的模样，不知道它历经的磨难与坚守。这套系统结合史官留存的大启一手史料、考古真实背景 ，AI 驱动文物拟人化演绎，完整复刻文物从诞生、使用、流转、尘封的完整一生。不同于普通的动画短片，这里的每一段剧情、每一句台词、每一处场景都有据可考，没有虚构改编，100%还写文物亲历的真实岁月与人间悲欢。话不多说，我们立刻开启情形剧。首先登场的是我们的镇馆之宝——千年青铜剑。我著于大启初年，淬火成风，利刃成钢，曾随少年将士戍守边关，披霜浴雪，征战四方，看过沙场渲染山河，听过士卒思乡采歌，守过边境，岁岁安宁。后来战事平息，四海升平，将士归田，我沉寂于黄土千年。昔日护山河无恙，今朝看盛世安康，此生无憾。原来这把酷酷的古剑守过千年的家国安稳，它不只是一件冰冷的兵器，是守护过万民的英雄。我成书于大启盛世，在先贤文论录市井民风，曾藏于书斋，传于学子，历经战火纷飞，岁月侵蚀，纸页泛黄，笔墨斑驳，却始终护文脉不灭，书香不绝。我曾是大启寻常女子的随身配饰，陪她看过市井烟火，四季春秋，见证过寻常人家的温柔安稳，藏着史书不会记录的细碎人间温暖。我终于明白了，史书写的是宏大的王朝历史，而这些文物起形剧演的是真实的人间百态，有家国热血，也有市井温柔，有乱世风霜，也有盛世烟火。每一件文物都是时光的亲历者，他们见过王朝更迭，世事变迁，藏着文字无法承载的温度与故事。科技让他们褪去沉寂，以情景剧的方式诉说被时光尘封的千年过往，以文物演岁月，以光影续风华，让观众读懂华夏文脉不止于朝堂史诗，更藏在每一件古物、每一段人间烟火里。一气藏千秋，一戏阅万古，让文物开口自述，让千年悲欢再现，这就是新时代最鲜活的文脉传承。时空互访机制平衡启动，解锁第4个限时互访名额，古代世界可选派1人前往现代时空观摩游历。这次我要选御厨爷爷，我想带爷爷看我们家的厨房。好香的温润气息，可是牛乳的香气，就是牛奶的味道。御厨爷爷真厉害，妈妈刚刚用微波炉热好的牛奶，超级好喝的。微波炉又是何种新奇器物？这都是何等超凡神物啊！爷爷，你看，这个是冰箱，它里面一直都是冰冰的，食物放进去就不会坏掉啦，还能冻冰块。竟能如此便捷地制出寒气，比之昔日宫中的冰窖，真是精妙绝伦。还有这个空气炸锅，不用方油就能炸鸡翅、薯条，吃起来香香的，不油腻。无油无火，仅凭流转热风便可烹熟肉食，这般技法，老夫闻所未闻，当真大开眼界。这个是电饭煲，专门煮饭的，不用一直看着，煮好自己就停啦，不会煮糊。炊饭之事最费火候人力，此物可自控火候，熟后保温，省去无数人力，实在是便民神器。御厨师傅，这些都是我们日常做饭用的调味食材，种类分得比较细，每一种的用法味道都不一样。这个是蚝油是吗？我观此毅力产自海味，莫非是牡蛎熬煮浓缩而成的酱料？师傅好眼力，这就是蚝油，
以新鲜牡蛎慢熬提纯，主打提鲜增味，做荤菜素菜都合适。这2瓶液体色泽相近，看着别无二样，用法可是大有讲究。区别很大的，生抽味道偏咸，鲜味足，主要用来提鲜调味；老抽色泽厚重，味道清淡，专门给菜肴上色，让菜品看着更有食欲。对对对，妈妈做饭的时候放老抽，肉肉就会变得亮亮的，好好看。原来调味之道竟能细分至这般程度。大启调味酱料品类单一，仅能简单入味，这般精准分工，定能让寻常菜式风味翻倍，着实精妙啊！还有这些料酒去腥，香醋增酸解腻，蒸鱼豉溜适配海鲜鲜食，各司其职。现代家常菜的鲜香，大多靠这些调料搭配出来。分门别类，各取所长，把调味做到极致精细，属实大开眼界。大叔，看你站这半天了，要不要来一套煎饼果子尝尝？薄脆焦香，酱料更是点睛。寻常烟火手艺，竟藏着这般精妙的面食门道。对呀，路边的早餐也超级香的。御厨爷爷，我们吃这个手抓饼。老夫一生研习无数，却从未见过这般薄软面皮，还能这般烹制调味，甚是新奇。要不要来一份芝士爆浆手抓饼？我们家卖的最好的。要的，爷爷你一定要尝尝芝士，特别好吃。世间竟有这般神奇食材，遇热融化，冷却凝糯，还能缠绵拉丝，奶香浓郁。大启仅有牛乳乳酪，却无这般加工技法与口感，当真闻所未闻。大启面饼，要么酥脆干硬，要么软糯无味。这面皮外酥内软，搭配奶香芝士与复合酱汁，是完全崭新的面食之道。老夫今日又学到新的膳食技法了。爷爷，你快看，这里有好多面包，每一种味道都不一样，甜甜的，软软的，非常好吃。太精妙了！这般无火恒温蓄热，面点受热均匀通透，慢慢激发麦香，烤出来的成品干净松软，毫无杂味。火候之道，远卓大启古法。看您和小朋友很好奇，尝尝刚出炉的面包，都是我们恒温慢烤出来的。此面团发酵的恰到好处，松软绵密。敢问师傅，这般细腻气孔，可是恒温长时间发酵的功劳？没错，面包讲究低温慢发酵，恒温慢烘烤，让面团充分醒发，锁住麦香，口感才会松软不硬。原来发酵与烘烤皆有章法，步步精细，精准控温，难怪口感风味远多大启点点，属实受益匪浅，真是精妙绝伦。爷爷快吃菠萝棒，上面的酥酥甜甜的，超级好吃。外层叠酥增甜，内里发酵松软，恒温慢烤，牢牢锁住麦香与奶香，甜而不腻，酥而不渣。大启宫廷点心要么干硬硌牙，要么甜腻厚重，这真是绝佳的革新思路。御厨爷爷，之前你不是模仿着做泡面和奶茶吗？今天我请你吃正宗的。好，自天目展露此等吃食，陛下便命我全力仿制。数日以来，我反复调试汤底，揉制面饼，调和奶茶，终究口感干涩，味道违和，始终差了精髓。啊，原来如此，原来是这个味道。这下爷爷学会啦，回去就能做出一模一样的好吃的。是啊，亲口品一味，胜过百日苦研，老夫已尽数了然。爷爷，你看，这个
的奶油蛋糕超级软，甜甜的，一点都不腻，你一定要尝尝。此物洁白如云，质地蓬松，看着全无米面糕团的紧实厚重，不知是何种食材铸成。这是动物奶油，牛乳提炼后高速打发做成的，不用米面，充气之后就会变得轻盈蓬松。太奇妙了！大启甜柿皆厚重粘牙，这般轻盈鲜软、清甜不齁的口感，老夫从未体验过。分层搭配，奶香纯粹，当真是顶级新式甜宴。御厨爷爷，这是蛋挞，超好吃，外面脆脆的，里面嫩嫩的，外皮层层起酥，酥脆香浓，内馅蛋奶交融，嫩滑流心。这般酥点技法着实高超。这个是舒芙蕾，超级软乎，入口绵绵的，是我最喜欢的甜品。世间竟有这般轻盈的甜扇，蓬松如云，清甜不腻，入口即化，当真是甜扇之中的绝佳新意。御厨爷爷，快尝尝冰淇淋，冰冰凉凉，奶香味超浓，吃完甜甜的热甜品，再吃这个刚刚好。好，大启藏冰仅能制作简单冰糕粮食，口感坚硬，甜味厚重，从无这般绵密奶香冰品，凉而不刺喉，甜而不腻口，简直美味啊！御厨爷爷，我把奶油、蛋挞液还有冰淇淋粉都给你装好了，还有小卡片写了做法，你慢慢试。多谢昭昭姑娘费心，老夫此次习得奶油、蛋挞、冰品诸多新式甜意，归巢之后定潜心调试，改良大启甜扇，让大启人人都能尝到这般清甜美味。那祝御厨爷爷回去之后顺利研制出所有新式甜品，让大启的百姓都吃到甜甜的新美味。多谢昭昭小友悉心引路，此番跨时空研学，习得百味新技，万千巧思，老夫毕生难忘。今日一别，老夫定将现代风味带回大启，革新宫廷膳食，不负此番相遇，不负盛世馈赠。时空权限倒计时10秒，跨时空交流之旅圆满收尾。我太矮了，够不到了。哇，这颗青菜可真绿呀！爸爸妈妈，快看我刚摘的果子。昭昭，小心一点，注意脚下，别摔喽。小心点，宝贝。好久没见过他这么肆无忌惮、又笑又闹的样子了。刚找回来的时候，他满身是伤，沉默寡言，连哭都不敢大声。夜里天天做噩梦，整个人怯懦又敏感。谁都不知道这2年我们夫妻俩是怎么熬过来的，日日寻人，夜夜难眠，只能关起门偷偷落泪，不敢在孩子面前流露一点脆弱。又想起以前的事儿了，就是看着他现在这么活泼，有点感慨。都过去了，幸好坚持做了心理疏导，他彻底走出来了。以前我总怕那些被绑架、被虐待的阴影会跟着他一辈子。还好，我的孩子终于变回健康快乐的样子，敢闹敢笑，敢撒娇任性，不再小心翼翼讨好任何人。幸好一切都熬过来了，多亏你一直耐心陪着他做心理治疗，他现在彻底好了，变回小孩子该有的样子了。妈妈，你快看，我摘了好多，你尝尝，超甜的。哇，我们昭昭好厉害呀，摘了这么多，赶紧吃掉好不好？好。妈妈，我帮你递盘子，我看看有没有甜甜的小番茄。好呀，我要先吃一颗，就一颗好不好？小馋猫，洗完手才能吃，不许耍赖。让他吃一颗吧，小孩子本来就该随性一点。谢谢爸爸妈妈。换做以前，他从不敢这样撒娇耍赖，提任何要求。只会默默听话，压抑所有情绪。如今的他会直白说喜欢与不喜欢，终于敢毫无保留依赖我们了。爸爸妈妈喂我一口，我要吃爸爸家的菜。以前我总是整夜睡不着，总担心他心里的伤好不了，会变得敏感、自卑、小心翼翼一辈子。现在看着他这样疯闹，这样粘人，毫无顾忌的做小孩，我真的又庆幸又心酸。我的宝贝终于不用再强迫自己懂事了，可以尽情做一个爱哭爱闹的小朋友。
昭昭不用紧张，尽力跑就好，不管快慢，在爸爸妈妈心里你最棒。勇敢冲刺，全力以赴就是小勇士。跑完，爸爸妈妈给你奖励。好，我会好好跑的。各就各位，预备，跑！昭昭加油，冲刺太厉害了！宝贝稳住，马上到终点了。昭昭加油，昭昭冲呀！我们昭昭太棒了，全力奔跑，坚持到底的样子，真的超级耀眼。不止拿了第1名，更勇敢，更坚持，这才是最厉害的。昭昭爆发力超强，全程奋力冲刺，当之无愧的第1名。这是何物？陛下，这后世孩童奔跑角逐是何种新奇赛事？场面竟如此热烈鲜活，跑赢了还有奖牌奖品，这般玩乐既能强身健体，又能争得荣光，实在有趣，比我们平日闲坐消遣有意思太多。后世之人，无论孩童百姓，皆重体魄，喜运动，难怪后世岁岁强健，盛世安宁。我大齐百姓多静坐劳作，少健强体强项，属实欠缺。朕观后世赛事，于京城筹备首大齐接界全民运动会，号召全城体赛事，百朝战备性，踊跃全民强身，淬炼体魄。遵旨。好样的！太畅快了，全力奔跑，奋力拼搏，比日日静坐劳作舒服太多。下次我还要参加。以往只知习武练兵，如今平民亦可参赛健体。陛下此举属实造福万民。家国之本在于万民，万民之基在于体魄。百姓身体健康，体魄强壮，人心昂扬，精神充沛，我大齐方能长治久安，岁岁强盛。好，好，好！吾皇圣明，强身健体，盛世永昌。大齐的运动员们好厉害，大家都超棒的，继续加油呀！我在这里看着你们。陛下，臣观赛场之中有数名孩童体魄卓佳，天赋出众，是难得的健体好苗子。天赋难得，不可埋没。即刻下旨，京城设立官方体育学堂，专门收纳体魄出众的孩童，系统教校各类健体赛事。爸爸妈妈，这里再挂一个星星气球，旁边的空白墙面还要贴小星星贴纸。我们今天要把家里布置得漂漂亮亮的，过全小区最好看的生日。我们昭昭眼光也太好了吧！亲自挑选、亲自布置的生日场景，比网上的样板还要好看，太厉害了！真是爸爸妈妈的小能手。嘿嘿，因为我想要最漂亮的生日，我要把所有好看的东西都留在我的生日这天。小调皮，布置得这么认真，累不累呀？要不要休息一下，喝口水再继续？不累不累，一点都不累。布置生日超开心的，我要快快弄好，等下就可以吃甜甜的蛋糕啦。谢谢爸爸妈妈，我的生日好好看，我好喜欢呀！这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家了。只要我们昭昭开心，爸爸妈妈每年都陪你好好过生日，把所有温柔、浪漫和欢喜全都给你。不止生日，让你每天都开开心心的。真的吗？那我明年、后年，每一年都可以有这么好看的生日吗？当然是真的，一言为定，岁岁年年都陪你。吹灭蜡烛啦！我许愿完毕。我们昭昭许了什么美好的心愿呀？可以和爸爸妈妈分享吗？我许愿，希望爸爸妈妈永远开开心心，身体健康，永远陪着我。我要一直做被爸爸妈妈好好爱着的小朋友。朝朝朝一生日哟。昨日我盯着天幕看了好久，昭昭姑娘的生日蛋糕雪白松软，铺满鲜果，看着就甜滋滋的。当时我就馋得不行，没想到御厨大人真的连夜钻研复刻。可不是嘛，咱们大齐的糕点向来厚重扎实，甜腻齁口，吃2块就觉饱腹发闷。那天图里的后世甜点
看着轻盈又清爽，简直是人间绝色美味。观后世百味，方知吃食之道，不止厚重醇厚，更有清甜轻盈。今日终得复刻圆满，不负天目所见，不负潜心哼耕。这个点心软软的，甜甜的，比宫里的桂花糕好吃太多了，一点都不噎人。我还想再吃一块。此点心不腻不齁，松软可口，老少皆宜，比宫廷传统糕点更合心意，当真绝妙。天目开古今之眼，技艺无古今之界。我复刻后世美味，不只为仿其形、品其味，更是为融古今烟火，纳新风于古朝，让千年大企的饮食血脉得以迭代新生，生生不息。系统好久没出来了，自从上次沉睡之后就一直没醒过来。昭昭，我醒了。系统，你醒啦！昭昭，好久不见，时间不多了，我今天要把所有的真相都告诉你们。这是爸爸妈妈，他就是一直默默救我、守护我、帮助我的善事系统。以前只有我一个人能看见他、听见他的声音，他一直陪着我，帮我跨过所有难关。原来，一直陪着我们昭昭的，是这样温柔的小家伙。我是天地共生的混沌灵兽，由古今千万人的愿力，历经千年孕育而成。古时大齐百姓常年历经战乱饥寒、灾病别离，日日劳作仰望长空，满心期许后世太平，衣食无忧，岁岁安稳。而现代的人们也常常回望千年过往，好奇古人的烟火日常，惦念那些负重前行的先辈，疑惑古今明月是否同一轮？千千万万份期许、惦念与遗憾，跨越千年交织汇聚，凝成了最初的我。彼时的我只是一团混沌光影，仅有微弱灵识，沉睡天地，无法行动，无法发声。那你是怎么醒过来的呀？不是我选择了你，是你唤醒了我。2年前你遭遇绑架，生命垂危，濒临绝境。彼时的你没有怨恨，没有恐惧，只剩一颗纯粹无杂的赤子之心，唯一的念想只是想活下去，回到爸爸妈妈身边。原来是这样，当年孩子绝境之中毫无杂昧的本心，竟然唤醒了天地愿力，才换得一线生机。为了护住你的性命，带你回家，我耗尽千年积攒的所有愿力，强行撕开时空通道，随后彻底力竭沉睡。整整2年，我在混沌中缓慢修复灵识，直到你5岁那年，我勉强苏醒。你在大企做善事，积攒能量，这才带你穿越时空，重回故土。系统辛苦啦，原来你睡了好久好久。你们所见的古今天目，正是万千愿力的迹象化身。古人盼盛世，盼安顿；今人念先辈，念过往，双向的惦念跨越时空，化作天目窗口，让古今得以相望、相知、相通。大齐百姓透过天目，看见了后世无战乱、无饥寒的太平盛世，知晓千年苦难皆有归途。现代人透过天目，读懂了古人的坚守与沧桑，慰藉了跨越岁月的惦念。帝王观盛世，史观阅文脉，御厨学百味，所有跨时空的相遇与交流，都是在圆满古今世人的心愿。原来所有的奇遇都是人心所向，岁月所盼。是啊，如今古人的期许落定，今人的惦念有归，所有积攒千年的愿力尽数圆满。系统圆满之后，你会消失吗？我不会消失的，昭昭。我本就是天地愿力所化，无需消散，只需归于混沌，
进入长久沉睡。若来日世间再有纯粹本心、真挚期许，我便会再次苏醒，继续守护人间心愿。你看这天光，原来我们日日期盼的太平盛世是真的存在的。后世的人不用受我们这辈子的战乱苦楚，真好啊！原来我辈苦苦守的山河，拼力护的安稳，真的能换来后世岁岁成平。此生躬耕乱世，能见万世安康玄景，足矣。娘亲，天上的光要走了吗？以后还能看见后世的世界吗？天光落幕，文脉不息。我们执笔书史，守一朝烟火，后世承续盛世，传千年风骨，古今相望，终得圆满。天幕消失了，天幕落幕，时空闭环，我的使命到此结束了。那你要好好睡觉哦，我会一直记得你的，永远都不会忘。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守护我们，藏在天地山河里，岁岁相伴，生生不息。跨越古今时光，一场意外相遇，牵动古今人心，朝朝心怀悲悯。从此古代人间安稳平和。我们昭昭要正式成为小学生了，在学校不用刻意勇敢，不用勉强懂事，开心最重要。遇到不开心的事儿、害怕的事儿，都可以告诉老师。放学爸爸妈妈第一时间来接你，永远都在你身后。好好吃饭，好好交朋友，累了就休息，我们永远是你的后盾。我知道啦，我会乖乖的，我会好好读书，还要交好多好朋友。爸爸妈妈再见，我放学要吃甜甜的小蛋糕，我会想你们的。好的，宝贝儿，再见。再见，宝贝。